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恐惧的刻痕。这是一项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上的最新研究，它揭示了威胁强度如何重塑大脑中的记忆硬件。这里的硬件就是记忆印记细胞这类物理结构。轻度与重度创伤在大脑中留下不同物理刻痕。研究团队来自阿姆斯特丹神经科学研究所，他们结合转基因小鼠技术与化学遗传学遥控，最终找到理智中心断线背后的微观硬件根源。这项发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开辟新方向。轻度恐惧能随时间逐渐淡化，大脑可自然调节；重度创伤却留下终生刻痕，引发病理性恐惧反应。科学家发现，不同强度恐惧留下不同物理结构，这种结构差异决定了记忆能否被理性调控。在轻度威胁下，大脑理智中心仍能掌控局面，而面对重度创伤时，理智控制彻底失灵断线。理解这些差异是开发创伤治疗的关键。这种直观对比指向了记忆强度的物理结构。记忆并非软件数据，而是由特定神经元群组成的物理电路。当经历某件事时，少数神经元会被激活并建立特殊连接，这些神经元形成所谓的记忆印记细胞，构成专属路径印记细胞是记忆在脑内的真实物理载体。只有当这套特定的硬件电路再次被激活时，记忆才会被提取。这一发现将记忆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观测的实体，它解释了为何不同强度的创伤能留下截然不同的物理痕迹。理解印记细胞是解码恐惧记忆机制的关键一步。前边缘皮层是大脑的理性决策与思考中枢，它向下发送指令，调控情绪中枢杏仁核，自上而下的控制机制，确保恐惧被适度抑制。在健康大脑中，理智中心掌控全局，它阻止过度的恐惧反应扩散到整个大脑。然而，面对巨大创伤，这位 CEO 可能失职。此时，前边缘皮层能否继续发挥抑制作用呢？这决定了记忆是否被过度固化或失控。实验采用2组小鼠，分别模拟轻度和重度创伤。一组只接受1次足部电击，代表轻度威胁；另一组连续3次电击，模拟重度创伤。体验2种条件均经过28天的远期记忆巩固期。28天后，比较前边缘皮层的记忆印记变化。这一对比揭示了不同强度创伤的长期影响。轻度和重度创伤的核心差异在于电击次数。这种范式是这项研究的关键实验基础。TRAP2-TD Tomato 是一种基因追踪术，能让记忆细胞发出红色荧光。研究人员通过注射化学开关 4-OHT 来触发荧光。只有约 3.9% 的前边缘皮层神经元变成印记细胞，这些红色神经元在荧光显微镜下清晰可见。该技术帮助科学家在茫茫细胞海中精准定位，存储恐惧记忆的细胞因此被锁定和分离。这一方法对研究印记细胞的物理结构至关重要，它为后续实验提供了可精准操控的研究对象。德雷德兹技术是一种基于化学方法的神经元遥控器，它能精准且暂时关闭特定记忆细胞的活性。第一步，给标记细胞安装 HM4DI 接收器，这种接收器是一种抑制性化学开关。第二步，注射设计药物 CNO 激活该开关，药物如钥匙插入锁孔，精准抑制靶细胞。第三步，这些细胞的活性被暂时关闭。有了这套工具，就能测试理智中心的作用，用化学遗传学技术关闭前边缘皮层记忆印记细胞。在轻度恐惧的条件下，小鼠僵直行为出现显著减少，这表明前边缘皮层发挥了关键调控作用。然而，在重度创伤条件下，结果完全不同。关闭同样的细胞后，僵直水平几乎没有变化，两组都维持在 80% 左右的高度恐惧水平，说明前边缘皮层已彻底退出记忆提取过程。轻度和重度创伤下，前边缘皮层的调控角色截然不同。行为学实验显示，重度创伤下，理智中心彻底断线。这种宏观断线必然源于微观物理结构的改变。研究人员将镜头放大10000倍，深入神经元内部。他们希望找出导致理智中心失效的物理硬件根源。前边缘皮层的记忆印记细胞成为重点排查对象。细胞表面连接的形态和数量可能是关键线索。只有找到物理层面的变化，才能解释行为差异。这场微观探索将揭示创伤记忆刻骨铭心的原因。第5层，锥体神经元是大脑皮层的核心信息基站。
它的顶端树突丛负责收集遥远区域的信号，顶端主干则充当神经元的高速信息公路。基底树突主要接收来自局部的网络指令。科学家将重点排查被恐惧激活的印记细胞，他们比较这些细胞与普通细胞之间的结构差异，这种差异可能揭示理智中心失控的根源。微观硬件的变化是理解创伤记忆的关键。科学家首先排查细胞自身的电生理活性是否受损，他们对比了普通细胞与恐惧印记细胞的动作电位波形，结果显示两者的静息膜电位和发射频率完全一致，无论是轻度惊吓还是重度创伤，这个结论都成立。这说明记忆细胞的发电能力并没有出现任何故障，故障的根源必定隐藏在细胞之间的通讯接口上，这个接口就是突触，负责传递神经递质和电信号。因此，下一步需要重点检查突触功能是否发生改变。神经元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突触这个微小接口。突触前膜内部含有充满神经递质的圆形囊泡，当信号传来时，囊泡释放神经递质到间隙中。突触后膜表面的杯状受体负责接收这些化学信使。记忆的强弱取决于发射功率与接收灵敏度。发射功率及突触前膜释放神经递质的概率高低。接收灵敏度由后膜受体的数量和强度共同决定。理解这种无线电式的通讯原理至关重要。异常现象出现，信号接收端的灵敏度全面下降，无论轻度还是重度威胁，记忆细胞接收能力衰退。EPSA 振幅显著降低，突触后强度减弱。这个现象在28天后的远期记忆巩固期才显现。正常神经元的信号接收能力保持正常不变，但印记细胞的接收天线似乎老化了一样，无论上游信号有多强，接收到的信号都很微弱。这揭示了记忆存储的一个关键缺陷在接收端。突触前信号发射端功率出现代偿性狂飙，双脉冲比显著降低，表明释放概率大增。上游神经元加大音量补偿变弱的接收端，但轻度与重度威胁的电生理改变完全一致。这个一致为何无法解释行为上的理智断线？电生理指标似乎并非行为差异的真正来源。科学家需要转向更深入的物理结构层面，物理硬件改变才可能揭示根本原因。电生理指标未能解释行为差异，转向形态重塑。树突集是神经元上的微小凸起记忆的物理载体。科学家聚焦树突集的结构变化，寻找分歧根源。形态重塑涉及树突集的密度、形状和体积改变，这些改变直接影响神经回路的连接与控制能力。轻度与重度创伤下，树突集的响应截然不同。树突集的萎缩或增长决定记忆的牢固程度。这一转向将研究从功能层面带入结构层面。树突集是记忆的物理接口。蘑菇型树突集头部硕大，最为稳定，它就像固态硬盘，用于长期存储。细长型树突集长柄小头，极其灵活，它像高速内存条，随时建立新连接。粗短型树突集缺乏颈部，属于过渡形态。这三种硬件接口在大脑中同时存在，它们的数量变化决定了记忆的处理方式。在轻度恐惧条件下，印记细胞的特定区域出现了显著变化，这里特指前边缘皮层第5层神经元的主干斜支部位。树突集的密度出现了爆发式增长，而且新增的树突集全部属于细长型。细长型树突集具有高度可塑性，善于建立新连接，这相当于大脑理智中心主动伸出了大量新的触手。通过这些新接口，它能够灵活调控这段恐惧记忆。轻度威胁因此可以被理性系统有效接管和适应。重度创伤下，前边缘皮层的记忆细胞没有长出任何新树突集，原有树突集的头部体积以及总承载体积均显著缩小。大脑理智中心的物理连接接口正在主动退化，没有任何新接口生成，同时原有接口也逐步萎缩。大脑选择物理断电，主动退出恐惧记忆控制网络。这正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无法理性克制恐惧的微观根源。与轻度威胁主动搭建新桥梁不同，这里没有任何适应性结构改变。这种物理萎缩彻底切断了理智中心与恐惧记忆之间的连接通道。创伤发生当天，大脑并未立即改变物理结构。第7天时，无论是细胞兴奋性还是硬件都没变化。理智中心在近期记忆阶段尚未介入这一过程，直到第28天，长达1个月的系统性重塑才彻底完成。蓝色分支代表轻度威胁下长出的新接口，
红色分支则对应重度创伤导致的物理萎缩。大脑通过极为缓慢的硬件重装决定了记忆的命运，这解释了为何 PTSD 症状常在创伤后较晚才稳定出现。表格完整对比两种创伤强度的硬件重塑报告。在行为层面，轻度创伤可被理智中心干预，而重度创伤则导致理智中心彻底断线。突触前发送端的发射功率在两种强度下都增强，突触后接收端也出现信号接收减弱现象。真正的分歧在于树突棘的物理硬件变化，轻度创伤长出细长型新接口以增强灵活性，重度创伤则毫无新增且现有接口全面萎缩。创伤强度不同，理智中心改造路径截然不同。轻度威胁促使前边缘皮层长出新生细长树突棘，这些新接口建立了更密集的皮层突触连接，最终理智中心成功接管并灵活调控这段记忆。重度威胁下，树突棘体积萎缩且停止生长，这严重削弱了突触后信号的接收能力。理智中心因此切断与恐惧记忆的连接。两种路径解释为和轻度恐惧可控，重度创伤失控。这项研究揭示了 PTSD 难以治愈的微观根源，患者大脑的理智中心在物理层面拆除了连接，这并非意志力问题，而是硬件的结构性改变。研究发现，重度创伤导致树突棘全面萎缩，轻度恐惧下印记细胞长出大量细长型接口。这种细长型树突棘具备高可塑性与学习能力，若能重新激发大脑长出这些物理接口，或许就能帮助创伤者重建理智控制通路。靶向药物或神经调控是未来可探索的方向。